男嘉宾小王30岁，来自江西，融资经理；女嘉宾小江26岁，同样来自江西，是兼职模特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主持人好。好，今天是谁想来这个节目？是我。想来这个节目的目的？就是我跟我老公已经结婚1年多了，可是在这1年多里面，2个人所有的开支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。就比如我们俩一起出去吃饭他身上1分钱都没带，就我自己去买的单。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人，应该由自己的老公来买单啊。不，做了老婆不就老婆买单吗？但是最重要的是，他没有把工资给我，他也没给我钱。就是我爸妈看我想带我父母出去吃顿好的。吃完饭的时候，他身上也没带钱，也没带钱包，我还是偷偷的把钱塞给他，我就说叫他去买单，因为我当时我不想被我父母看到我现在过得这样子，而且让他们会担心我，所以我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。他挣钱挣的没你多是吗？是因为他以前在工厂里面刚出来，然后还在还车贷，就没什么钱。但是已经结婚1年多了，一直都是我在承担，我觉得压力特别大。夫妻2个人共同承担嘛。因为发生的不是这一点点事，一直以来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。就像他跟他的同事出去吃饭，一桌人全部都是男人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打算跟他同事一起做点生意，请人家吃饭，他也没钱。也是我拿钱去买的单，我就觉得自己特别的委屈。而且也不止这一些事情，特别多的事。生活压力是不是特别大？是，我从结婚到现在，他所有穿的衣服、鞋子都是我在帮他买，我自己都舍不得买这么好的。就是我自己的衣服，我都是买30、40、50，当时我给他买鞋子都是买400、500的，因为我觉得男人在外面要体面一点，我都是这样子想。可是他一直不上进，一直都是这样子。困难是暂时的，有一天万一他就上，哎呦，这话我都替你说都亏心，你知道吗？他对你好吗？对我还是挺好的，最重要的就是他没有上进心，不会负起这个家的责任。你是怎么说他没有上进心，不负起家的责任？你能不能举个例子？好比，他现在上班的地方，人家拿工资都是拿7、8千、5、6千，但是他的工资就每个月都拿1000多、2000多、3000多。反正你就是每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完2天，然后后面的那个生活费、所有的开支都是我在出，就连出去买东西，我们俩一起出去，他都是拿着我的钱包去买单。那不是我刚从厂里说的，刚换了工作嘛？那你要跟我给个平稳期啊。男生说要给个过渡期啊，好吧，咱们先把这个放在一边。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？你跟我们说说。我为的意思是说，先工作一段时间，积蓄一点经验嘛，然后看时机的时候就开个店嘛。开什么店？之前我本来想同我老婆开那个美容店的嘛。但是他一点存款都没有，然后只有我自己存了几万块钱，那个时候刚结婚，然后家里面欠了一些钱，然后他就说口头上支持我，你去开呀，但是他1分钱都拿不出来。但是我那个时候刚结婚，他爸妈又催得急要去生宝宝，我就想着如果我把这些钱都拿着去做生意的话，我可能怀宝宝的时候就会压力特别大。然后现在我主要是叫他把钱没有，那个时候就怀孕了，后面就搁着了。孩子多大了？怀孕了？怎么了？宝宝。因为那会儿我们都上班了，我爸妈都不在家嘛。然后那天可能是下去拿点东西嘛，不小心可能是没站稳嘛，踩风了嘛，然后就宝宝就没有了。当时孩子多大？那时候怀孕有5个月了。我天！在怀孕的那段时间里面，他所有的生活开支还是由我在出，就是平时家里面也没有人做饭，就是我一个人在家。经常家里面就剩一些剩菜剩饭。我最记得有一次，他爸就家里面就一个榨菜一个腌菜，都是放了1个星期的，那个饭也是剩菜剩饭，都是一些饭把子。我就觉得自己的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？他不仅不赚钱，就是我结婚的时候，他爸妈也没有为我煮过1餐饭，都是我自己想吃的时候就煮一点，不想吃的时候就不煮。所以有一次下楼梯的时候，因为那段时间我隔了差不多3、4天没有吃饭，我就是吃点水果那样子。下楼梯实在没有力气，然后头昏眼花，
踩空了，然后就摔下去了，然后就宝宝就流掉了。等到去到医院的时候，医生就说宝宝已经没有用了。哦，怎么孕期5个月的时候不吃东西呢？3、4天不吃东西呢？也不是，因为那时候全家人都在上班，然后我刚好从厂里出来嘛，然后也比较忙，没时间照顾他。明白了，特难受哈。我肯定很难受，毕竟怀孕5个月了，但是宝宝就这样就没有了。最重要是现在已经过了8年多了，但是我还是看不到他努力。过了年到现在，他没有存到1点钱，就是1个月发了1500，上个月就发了2500，然后这个月发了3500，3500块钱我叫他1个月涨1000啊。就是不稳定那种，发了3000多，那个时候他死都不肯给我，我叫他把这个钱存下来放到我这里，因为他不会存钱。结果等到月底的时候，我问他你存了多少钱，他说存了300块，3000多他只存了300块，然后上个月发了2000多，过了2天他身上又只有1500了，赚的少他又不会存钱。我有几个问题问问你哈，不好意思，刚才问到那个，你是不是会给别人一种印象？但是不太能挣钱，也不太会过日子，是这意思吧？是。你能等他？我也不知道。你都不知道啊哈？你觉得你媳妇是因为嫌你不挣钱，所以才这样了吗？还是有别的？他也不止这一点，就算现在。钱虽然是我在花，但是他被他亲戚父母都在误解我，以为我在花他的钱，一直以来，但是他从来不会去解释。就前2天，我听到他妈跟他讲，他说你每个月都交1500块钱给你家媳妇，你要交点生活费给我，交水电费、煤气费。当时我心里就在想，你们现在还住在婆婆家呢？对他们家就他一个儿子，所以就住在一起。但是我们现在情况，他父母完全不知道。好，我来问他，你觉得你媳妇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吗？说实话，他不是那种嫌贫爱富的人。对，那他为什么跟你有这么多的牢骚呢？但是他可能是希望望夫成龙嘛，所以要求比我比较高一点。我听起来没对你有什么要求哎。可能就希望我挣钱要越挣越好越高才对。我听好像他这个愿望也不很强烈。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，钱挣的不多也就不多了嘛，还存不下来钱。这个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工作方面需要钱太多了，还有一些其他开支太多了。哦，所以我们看到的大概妻子对丈夫挣钱的这种不满，或者其他的东西，比如说妻子的抱怨，甚至于妻子对于这段婚姻的不开心也好，迷茫也好，这个背后其实都是有原因的。老师们会怎么帮他们分析，并帮他们做一些规划呢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丘比特问卷。
很多女性在谈恋爱和面对婚姻的时候，其实是带有臆想和一厢情愿的这种模式。我想，他应该是。我想，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结完婚之后就可以负责任。我想，这个男人在结完婚有了孩子之后就可以成熟起来。我想，这个男人有了妻子之后，他一定会特别上进。这都是你想的。所以呢，如果你今天能落到这样的一个阶段，你的婚姻当中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有一部分全是你想出来的，但可惜你的现实跟你的想象是有差距的。所以我感觉呢，这位女士，您目前现在的婚姻的这种困局是来自于你结婚速度太快，或者说我们换另外一个词汇吧，就是你太想找人结婚了。对，当时就是这种想法。所以这就是你的代价。那么这种快速缔结一种关系，它背后所付出的，那一定是你自己所承受不了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想得明白，可能也不会走进今天这一步。那这位男士呢？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女性，她对于你的这个抱怨，我觉得我可以去支持她的。其实我倒是觉得你挣钱少不怕，关键是让这个女性能看到你所谓的上进心。但是她不能接受的是，你挣钱不多，而且每个月不但剩不下钱，还要找她花，最后还有很多一些借口。这是她面对你绝望的一种心情。其实我个人觉得，但凡一个稍微有一点独立性的女性，对婚姻能够稍微有一点清醒的认识，那个孩子没了那天，其实就已经提出分手了。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想问你，为什么你是工厂的工人，对吧？对。要去做现在是什么职业？做融资？金融吗？金融。对。这两个行业相差的如此之远，为什么选择离开工厂？因为工厂这里面嘛，上班就是说。在工厂你大概挣多少钱？一般好的话就3000多。比现在好像要好。是什么原因让你去选择了做金融？我是你学过金融吗？没有。了解吗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那时候在厂里上班，就是说对大脑就是很死板嘛，什么都不知道，天天就跟机器人天天上班一样的。我问你为什么要选择金融？你完全不了解，也没有做过。选择金融行业也是取决于那时候我在找工作，然后我跟我媳妇商量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觉得这个工作可能工资比较高嘛，然后我就选择这个学习这个金融这个行业。拜托，你找工作是这么找的是吗？什么样的工作挣的钱多，我就去做什么。主要他是没技术，他现在从厂里面出来一点技术的人对呀，你也没有金融技术啊，你就去选择了这份你完全陌生的，只知道挣得多的这份工作。对，我不相信你说3年或者几年能够达成你所说的那个目标，也就是说能达成你老婆期望的那个，相信不可能。所以女孩，我问你，这个男人永远成不了你想的那样的人，他给你的就是踏实。可能还不太会管钱，这点啊，他可能还蔫儿主，不听你的。就这么样一个人跟他过吗？他就是这样，你千万不要说望夫成龙。如果你的条件是说我要跟龙结婚的话，那你去找龙，但一定不能是把自己的老公让他变成龙，不可能。所以他就是那个样子，绝不是你想要的那种人。你还可以跟他在一起吗？如果可以，你就要容忍，你就要接受他现在种种在经济，可能在于工作能力方面都不是你想象那样，但是他能给你踏实，还比较听话，所以自己问自己能不能接受，如果能够接受，试着往下生活，如果不能的话，就别浪费彼此的时间了，就这样。谢谢曲总，胡老师，我跟所有老师的意见都一样。这个男人，不要说3到5年，我估计10年之内，他都不可能会有你内心所想象的那种生活状态。那你怎么办？其实你心里明明知道我受不了，但明明跟他经历了又这么多，我又不甘心。但是你好好想想，你才26岁嘛，还可以重新再来。否则的话，你心里就认命。我好好的调教这个男人。即便我不爱他，但我能忍受，只要他能够有一颗上进的心，他能够听我的话，我也可以接受，那也行。你有这样的勇气吗？哪个女人不想嫁给一个成功的男人？那是女人的本能。
但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有这样的本领，把一个男人调教成一条龙。你人不坏，但是你错就错在不应该结婚。结婚得有一定的能力和责任。我们就不说什么嫁汉穿衣吃饭了，但是基本的家庭生活保障得有。你说呢？我问你一句话，如果他今天要跟你离，你愿意吗？不愿意。那你怎么做呢？更快成长起来。那成长不起来呢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他今天愿意要离开你，你就把一切的过往当成是曾经发生过的过去，你千万不要去挽留他，否则的话到最后你比他更难受。趁他现在还没有煎熬到说出那句话的份上，你无能，你不行，你还是趁早收场，就这样。做决定就负责任，没想好就别轻易在这个现场去做决定。你们俩都听明白了吗？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我以后会好好努力工作，多学点东西，然后会改变自己，多存点钱养这个家。希望你多给我点机会好吗？可是你每次都是这样子说，每次争吵过后，你都说我一定会努力，我一定会赚钱。可是一直以来我都看不到你的结果呀。到时候我会用真正的实际行动来证明给你看的，你相信我好吗？我不知道我怎么相信你，你每次都是这样子骗我，我也不知道我该继续等你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起来。你要相信我会很快会实现我的愿望，好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呀，请亮灯吧。这问题问了好多遍了，他要就是起不来了，你还跟不跟他过吗？好了，带着这个最坏的打算都回去吧，自己好好想一想吧。谢谢两位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大概刚才老师们发言当中，大家听到最多的应该是这么几个关键词。第一个关键词叫接受。既然你选择了这样，你应该接受一些现实。第二个，我更愿意把它归结为顺其自然。顺其自然是什么？不是我就听命不为了，而是根据实际的情况，我们借势去做一些发展。第三个，大家可能要注意的关键词，应该是家庭的成长。家庭的成长不是一个人的成长，是两个人的共同成长。接下来，当然来看这对夫妻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女生愿意给他一个新开始的机会吗？愿意。男生愿意去努力吗？愿意。女生即使他改变不了，依然会坚守他吗？会。有请我们的小花童。来来来，活跃的都不行了。牵着手，哎。来吧，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吧，各位请见证。我会以后好好努力工作的，然后创造更好的机会。等我嘴笨不知道说什么，希望你能明白。也希望你以后努力一点，我愿意给你更多的时间，毕竟我们俩相处1年多了，也是有很深的感情。我会很努力的。来亮灯吧，要保湿，易背湿啊，这是补水的，好好补补吧。最后一个提醒，在婚姻没有特别稳定之前，先别急着要孩子，好吗？啊，加油哦！谢谢你们，谢谢老师。请回。